徐阳固然灵魂境界无与伦比，10万年修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比肩的，底蕴更是深不可测。可正所谓世间无完美，徐阳的功法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也是唯一的弱点，就是防御力方面的薄弱。从来都是以无与伦比的杀伐之力横行于世的他，要是遇到银龙这种绝顶战力，肉身方面的防御力和坚韧程度就成了制约徐阳战力发挥的唯一弱点。可如今得到这2颗龙元的补足后，惊人的生命力和肉身恢复力让徐阳变得完美无缺。太好了，哥哥，现在的你整个大陆应该是没什么对手了吧？小团团激动的扬头看着徐阳，拥有徐阳这样一个绝顶高手作为贴身保镖，小团团自然欣喜。不，这世界很大的，小丫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过哥哥答应你，就算是天塌下来，也绝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分毫。如果有，就让他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徐阳不顾小团团心中如何激动，抬手就将他抱在怀中，一脚腾天而起，很快便回到了灵船当中。一大一小完成龙元吞噬，回到灵船后，发现其他这几个家伙早早都回来了，各自都有了极为明显的提升。而徐阳却是将目光落在了灵瑶的身上。现在感觉怎么样？灵瑶平静的点点头。距离剑心苏醒似乎已经迈了一大步，只是这剑心到底已经酝酿到了怎样的程度，现在我还不好做判断。徐阳轻笑着，不着急，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只是龙元的力量实在太过惊人。此番银龙陨落，其他8龙魂应该都得到了感应，我担心那些与我们拥有同样机缘的家伙会有更快的行动，要是被歹人获得了这份力量传承，麻烦可就大了。白莲雪抬头看了徐阳一眼。可是师尊，现在唯一能找到其他龙藏传承者的只有凤凰一族的人，那书院的老婆婆也已经失踪，我们如何才能确定其他传承者的身份呢？徐阳一时无奈摇头，哎呀，这个我现在也想不出办法，只能等灵瑶的剑心觉醒，才能进一步印证我的判断了。很是突兀的一瞬间，元阳帝国皇宫方向传来一阵巨响。同在这时，徐阳之前给袁昊天那一道灵魂烙印也泛起了亮光。不好，袁昊天有危险！徐阳情急之下一跃而起，其他人也陆续朝着皇宫方向跟进。老大，你行不行？我来吧。就在这时，小龙蟒主动现身，直接将肉身膨胀到3米左右的长度，承载着徐阳飞速驾临皇宫。整个过程才用了不足半分钟的时间。不得不说呀，龙蟒这个坐骑还是相当靠谱的，不光速度快，自身散发出的守护气息也是十分出色。骑在他的身上，竟是连身边凛冽的寒风都感受不到。一声类似龙吼的吟唱撼动整个皇宫上空，自然也将那些来犯者的目光吸引了过来。徐阳落地后定睛一扫，皇宫内已经是被100多号人围住，袁昊天受了轻伤，身边满地的尸体大部分都是帝国长老堂的那些人，而这些来犯者个个都有洞天境的底蕴，清一色蒙着面，看不清面容。你是何人？也敢来趟这趟浑水？徐阳轻笑，你们找袁昊天不就是为了帝陵的宝藏吗？我就是盗取宝藏的人，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你们就算把他杀了，也都是毛都得不到。蒙面人军团中100多号人同时被徐阳的强大气息所吸引，掉过头来将他围住。你小心啊，这些人虽然没有绝顶高手，但他们的天罡绝阵威力很大。袁昊天体内气血翻腾，现在看样子是连说话都成问题了，只能盘坐在地上运功调息。徐阳当然不畏惧这些，在他眼中不管是什么样的法阵，如今都构不成威胁了。
因为法阵最大的作用就是集结众人的力量，集火进攻，在短时间内发挥出能够秒杀对方的逆天之力。但如今徐阳拥有荒天无极这攻防一体的顶级传承神器，又有真龙血这样超生命力的肉身和抗性加成，根本不是一个法阵的力量能够威胁得了。哼，天罡阵，我要是猜的没错，你们应该跟那什么狗屁剑盟有点关系吧？来啊，让爷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本事。徐阳眼中充满了不屑，对着这些蒙面人勾了勾手，却也彻底激怒了这些人。受死吧！数不清的黑色光影腾空而起，对准徐阳的位置开始集火。他们的主要进攻手段也是剑招攻法，然而他们不清楚的是，徐阳可是拥有剑道巅峰境界的顶级剑修，在他面前使用这种攻法，无异于班门弄斧了。哼，一群废物，剑可不是像你们这么玩的。眼看着36把剑锋锁定自己的身上，却是连一点杀戮气焰都无法凝聚，徐阳也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反手挥了挥衣袖，自己的身体周围迅速也凝聚出了36道剑芒。去！嗖的一声，凌厉剑气飞出，道道剑芒若9天之上4亿驰骋的流星，涌向面前这些蒙面人。什么？好强横的剑气波动，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现场一众黑衣人大惊失色，纷纷放弃巨阵，主动散开阵型，来躲避徐阳这霸道无比的剑锋袭杀。元阳帝国不是你们可以打主意的，今天既然来了，必须给你们留一点记号。徐阳心念如是，猛地抬起左手，掌心中一道十分微小的十字图腾燃起，在他强大的掌力推动下，几乎瞬间便轰进了周围每一个黑衣人的体内。大口大口的鲜血喷出，黑衣人们一个个只觉得体内相当的燥热，似有一道微小的灼热剑芒游走在自己的体脉之中，难以消除。这是剑芒符文，回去找你们主事的为你们解符吧，要是他也无能为力，你们就只有等死了。滚！徐阳长袖一挥，隐隐间一股浩荡龙威横扫开来，36天罡强者同时四散横飞了出去，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滚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缓缓转过身，瞥了一眼面前这些手中拿着短刃的另一波黑衣杀手，徐阳不禁扬起了一抹微笑。没猜错的话，你们应该就是72地煞吧？这么老套的名字呀，也只有你们这群没用的傻逼能驾驭了。你找死！70多个洞天境高手，换作是其他人，绝不应该是这样肆无忌惮的态度来应对。就算背后元神境巅峰的元昊天，也被这家伙打得受伤。可眼下徐阳面对他们的时候，就像是在应付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简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出手这么慢，你们是废物吗？一掌轰出，强大的灵力波动竟同时扛住了前排36个人的灵力轰击。后排动手！领头蒙面人第一时间下达了后续的进攻命令。72地煞背后这批人立刻出手，似乎是以一种很特殊的攻法体系，后面一个人踏着前面一个人的脊背腾空而起，却像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力量增幅一般，横在半空中，释放出一股极为强横的气息威压。合剑！72把短刃迅速凝聚在头顶，在这特殊的功法编制下，凝聚成一把无比巨大的光刃，周围散聚不定地涌动着一股超越元神境巅峰、抵抗力极限的恐怖剑势。你要小心这力量！元昊天开口提点，周围所剩无几的护卫战战兢兢地护在元昊天周围。凭他们这般胆怯的样子，已经起不到什么守护的作用了，最多装个样子罢了。斩！ 72地煞刺客合剑之势压下，
恐怖的声音仿佛刺破虚空一般，发出令人耳膜刺痛的嗡鸣声响。那是剑势压力在膨胀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的波动。既然你们打得这么认真，那我就让你们明白，自己同真正的强者之间还有着多么大的差距。徐阳这次没有任何拆招的意思，直面堪称无解的合力威压，然后一指探出。没错，仅仅只是一根指头。指尖的阴阳图迅速显化，分明是道之力的形态，完美扛住了这72人合力引动的泯灭一剑。什么？这怎么可能？背后袁昊天等人完全傻眼，根本没想到眼前的徐阳已经强大到了这样堪称妖孽的程度。他到底是什么人呢？看不出他的修为，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化神境强者吧？以一个人的力量同时面对70多个洞天巅峰境，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此时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所有元阳帝国方面的修士们，完全被徐阳惊为天人的操作完全惊呆。他们不相信这世上真有如此强的不讲道理的异类存在。可眼前徐阳正在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刷新他们所有人对强者极限的认识。徐阳道之力完全拉满，下一刻突然变拳为掌，轰出一道十分强横的龙力气息。这由72把短刃凝聚成的巨剑，在这股龙气覆盖下，瞬间崩碎成了一堆破铜烂铁。余威横亘开来，70多个洞天境高手如同下饺子一般崩飞向周围，不断的有倒地吐血身亡，发出沉重的坠地声，全都是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愣愣的看着徐阳。怎么，人数多1倍，你们就有把握胜我了？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人多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战场中尸体变得更多。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滚出我的视线，否则……话音刚落，这些上一秒还在地上痛苦挣扎的蒙面人们，赶忙强忍着剧痛起身，一个个忙不迭地朝着皇宫外尽头飞去。最后那个领头人手扶胸口，临走时还丢给徐阳一个恶狠狠的眼神，刚好被徐阳捕捉到了。哟，还跟老子玩起微表情来了，那你就不用走了。抬手之间，一股巨大的吞噬力随心而成的阴阳图中迸发而出。领头的这个洞天境巅峰的修士一脸绝望的被强行拉扯到了徐阳掌心。徐阳抓在他的脖后，像是抓一只孱弱无力的小鸡崽儿，就这样微笑的与他对视。差点忘了，是该留一个活口的。很不幸啊，你就是那个被我选中的目标。一掌拍出，徐阳强横的力道瞬间崩碎了此人体内金丹，将他当场打成了一个废物。地煞头目的身份也变得再无意义了，像是丢麻袋一样，徐阳将这个领头人丢到了袁昊天的面前。将有关你的身份和你们此次行动的全部内容，徐阳的话再次从身后传出，你考虑清楚再回答。要是让我听出了半点假话，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别忘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废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应该是你最恐惧的。领头人本能的打了个招呼，他知道这徐阳根本不是在吓唬自己，这家伙完全就是个疯子。我说我们北境无双结盟的刺客，如今整个北境各大势力都在集结，准备入侵元阳帝国边境。袁昊天猛地睁开双眼，冰冷地看着他。就是因为龙藏的事？不错，元阳帝国龙脉坍塌已传遍了3000道州，太多的人想要打龙藏的主意。据说皇室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各大门派的眼线，如今帝国风雨飘摇，各方势力都在打算出手分一杯羹啊。果然，事情已经开始朝着徐阳预测的方式发展，内忧外患层出不穷，
元阳帝国的江山社稷已然到了危急的关头。上！袁昊天心中怒火都发泄到了眼前这家伙的身上，手起刀落，身边护卫很满意的亲自执行这样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在这种级别的对抗中所能发挥的唯一作用了。阁下，随我进殿吧，其他人清理现场，召集长老堂的人在殿外等候朕的命令。是。一行人都开始忙碌起来。徐阳和袁昊天两人进入了大殿。